为了这虚妄的权利，争个头破血流，你死我活。届时一定会天下大乱，什么权利，什么地位，一切都会幻灭。咽喉肿痛，痛快出击！3金牌桂林西瓜霜含片，邀您收看前情回顾。我们已经在林中困了好几天了，缺吃少喝的。这饼还有一些，但水只有这么小半袋了。你乖乖等阿娘，阿娘要去谈点事情。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蓝大人何时启程？越快越好，每耽搁一天，便多一份风险。原来我和蓝大人早就认识，原来一切都是因此而起。到家了，到家啦！快走！是玄机，他来干什么？一定是跟着我们来的。但是此事我只密报了太后，她怎么会知道？下面就看你们2个人的本事了。看样子，来者不善。在那儿，你快去报信，我去拦住他们。可是大人，快跑！快走！蓝大人，快跑！站住！站住！站住！苦若，你记得阿娘的心病吗？阿娘把心病藏在了水面之下。如果有一天，你想知道阿娘是谁，都做过什么，你就去找到她，好不好？我们再玩一次捉迷藏，好不好呀？就像阿娘这样，如果你赢了，阿娘就给你买好多好多好多的蜜饯，怎么样？还有这个，你一定要藏好。镜花水月树就是为了去除心病，手给阿娘，把眼睛给盖住，阿娘要藏起来了。别跑！站住！别跑！站住！追！阿娘，我想起来了，我全都想起来了。阿娘不要我了，阿娘不要
要你，阿娘要你，阿娘没有抛弃我们，阿娘爱我们，阿娘爱我们。张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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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醒醒，张平，张平，醒了。没事吧？我阿娘是好人，我的族人都是好人。阿娘没有抛弃我，阿娘是为了救我而死。好了，张平，这圣壶是做什么用的？没什么用途，是象征着敬畏自然的本性。我们部族世代沿袭医术，治病救人。净化水月术也只是一种去除性病的艺术。我阿娘当时一定知道自己活不久了，也知道我再也没有机会给她做净化水月了。她为什么还要嘱咐我去水下面找她的心病？你阿娘既然说过此话，一定意有所指。但是这心病不在心中，会在哪儿呢？熟林当年也在此处落脚，我却从未对他有过戒心。找找吧，若说他有什么秘密，最可能藏在此处。是。阿娘的心病是什么？阿娘把心病藏在水面之下了。难道心病就藏在真正的水面下面？快，快给张平帮忙！是。大人，这儿什么都没有啊，咱们是不是来错地方了？张平，你是不是理解错了？旭东，这好像有东西，拿来。大人，给我。玉蝶。严父，他果然调查过我。皇子出生的玉蝶，为何会在这里？庆丰15年，难道玉蝶上的皇子就是当今圣上？
配置都已经查到了。是。10年前我进京，的确不是为了赶考。接近你，起初也是另有所图。我知道你是为了查摩罗村的案子。你到底是谁？10年了，也该揭开真相了。这就是我家。如果有什么线索的话，一定会在这里。这屋里怎么那么乱？像是被谁翻过一样。这是什么？这是我阿娘给我量的身高。怎么还记2个？我记得家里好像有个哥哥，但是他从来不跟我玩，总是坐在房间里安静的看书。这是我的小名，苦若，在族语里是小狗的意思。可是他为什么叫小龙呢？小龙，什么意思？这是我们摩罗村的习惯。村子里所有的小孩都叫小猫、小狗之类的，这样子的话好养活。可是小龙到底是什么意思？30年前，太后用回声阵调包皇子。我想起来了，小龙在我们族语里的发音是“清章”。什么？只是被他调换的那个真皇子，并没有死，他活到了现在，正坐在你面前。此事还要从张平说起。彼时张平的阿娘因会镜花水月术，被玄机从摩洛村强行调至周景科，成了闽州锦生。阿娘有写手札的习惯，说不定会记下什么。好像藏在这里。庆丰15年元月，圣上和李妃为救小皇子，请玄机为其布下回声阵法。
术法师了2天2夜，连我自己都没有想到，小皇子当真又活过来了。施术结束，离去之时，我发现玄机抱着一个婴儿，形迹可疑地离去。接下来阿娘写道，她一路跟踪，终于明白，玄机其实是将小皇子调了包，他把小皇子带到云霄山上，想把奄奄一息的小皇子和这个秘密永远地埋在地下。小王子，你别怪我呀。或许真的是真龙显灵，上天庇佑。就在玄机要掩埋小皇子前，瞬间电闪雷鸣，狂风大作，玄机心虚逃窜了。那一刻，张平的阿娘只觉得我是个无辜的孩童。她于心不忍，便连夜带着我逃出京城。赶往远在南方秘境中的摩洛村，一路上，他用草药维系我的性命，对我悉心照料。回到村中，又经族长治疗。不知是医术神奇，还是我命不该绝。我的病竟奇迹般的被治好了。后来，她便成了我的干娘。10年转瞬而过，我也长成了少年。干娘见我终日以书为伴，聪颖好学，或许她觉得我终究是名皇子，该回到属于我的地方。于是便把我的身世告知于我，欲将我带回京城。只是以他的善良，绝对想不到，当年调包皇子是太后密令玄机所为。他一直觉得，当年是玄机受命为我施术回生，却力不从心，又怕先皇降罪，才私自用假皇子与我调了包。干娘询问我的选择，你想见你的亲生母亲吗？少年的我心高气傲，当然想回到京城，也想去见见我亲生的母亲。他便没再说什么，只是告诉我，事关重大，不能贸然行事。他会先去京城，找最负清正之名的兰陵大人商议。第2日，他本想独自前去，
却招架不住张平的哭闹，带着他一同出发了。我心心念念，等啊等啊，没想到等来的却是……后面的事情也不难猜了。当年，我阿娘去京城找老人大人，应该就是想帮顾清章回到太后身边。出于臣子本分，你父亲觉得应该尽快接皇子回朝，所以当他得知消息，便立刻入宫，亲口密报太后。而那时先皇驾崩不久，李氏凭着诞下先皇唯一的子嗣，登上了太后的宝座。此事一旦泄露，他将成为千古罪人。初尝到权力的滋味，自然不甘心失去所有，所以，他下了密令，让玄机跟踪老栾大人前来屠村，要将自己的亲生儿子和摩洛村的知情者全部杀死。直到你父亲被玄机绑回京城，他才明白，这一切都是太后的阴谋。我父亲满腔忠贞，竟被太后如此利用。不止如此，裴志，你可曾想过，若当年你父亲不曾通敌，那又是谁泄露了军情？军中朝政我都查过，但一无所获。你自然是查不到，因为此事是太后亲心所为。可太后呢？她怕引起众怒，牵连自己，便把这罪名转嫁到了你父亲头上。那他也不会认下这通敌叛国的千古罪名啊！你以为你是怎么活下来的？太后以你的性命为筹码，你父亲除了心甘情愿认下这罪名，他还有别的选择吗？我来复85口人，摩洛村全族，周景科的知情者。他残害了这么多条性命，却只是为了满足他的贪婪与权欲。所以我此次回京，几番筹谋，就是为了要向太后复仇。书林，你可有计划？在千秋仪大典上揭露太后罪行，让她在权力之巅瞬间跌落。当年他为了权力牺牲了我倒要让他看看他最在意的东西于我而言不过是个玩物，你随意戏弄。我要让那些愚蠢之辈为了这虚妄的权利
争个头破血流，你死我活。届时一定会天下大乱，什么权力，什么地位，一切都会幻灭。这场戏不好看吗？我不仅要看，我还要邀他一起看。裴之，你我相知一场，我正式邀你与我共赴盛会。你若想好了，便来宫中寻我。镜湖先生已是过去，从明日起，我便是含元殿中专门为太后治疗烧伤的顾太医。得亏你找到族中的药方，治这胀气还真管用。啊，这下南征军有救了。族中的药方都是用族语写的，我把军中用得上的都抄了一份。当日兵拿走吧。你执意要走，我便不留。路上注意安全。我在京城等你们凯旋。张平，你回京后如何打算？